冰落雪，风雨天骄，冷遇温润，眉眼笑。知乎者也，皆懂矣。海面风过，浪滔滔。大家好，我是冰冷之海，欢迎大家收看《崩坏：星君大学丧生教学》第28期。本期是火系角色龟乃芬，还是先放结论。好的，首先我们先来了解一下龟乃芬的两大功能。第一个功能呢，就是输出。龟乃芬的输出有直接伤害、持续伤害以及引爆伤害，其中后面两种伤害是不吃暴击爆伤属性的，与卡夫卡类似。只不过卡夫卡可以引爆所有类型的持续伤害，而龟乃芬只能引爆灼烧。另外，从输出类型上来说，龟乃芬是以群体伤害为主的，战技是扩散型，终结技是群攻，所以它清理杂兵的能力是不错的。然后咱们来说一下它的辅助能力。龟乃芬的天赋呢，它提供一个叫做吞火的 debuff， 最多可以叠加3层，总计20%左右的易伤。该生区的 debuff 是比较稀有的，而且整体的覆盖率不低，所以呢，龟乃芬的这个辅助能力也是不错的。好的，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需要思考的是，这个角色可以搭配哪些队友来用呢？经过实测，给大家推荐2种我认为比较不错的玩法。第一个呢是纯火队，阵容配置是龟乃芬、艾斯达、虎克以及火主。当然，如果生存能力不足的话，火主可以换成丰饶角色或者是福玄。然后龟乃芬在这个阵容当中，它的定位是半辅助半输出。这个玩法的优点是队伍当中存在多种不同的灼烧效果，所以吞火可以快速叠满，而且几乎全程覆盖。另外，龟乃芬终结技当中的引爆效果可以收益最大化，毕竟还有艾斯达和虎克他们可以提供灼烧嘛，对吧？另外，龟乃芬可以大幅度提高敌方身上灼烧debuff的覆盖率，让虎克的天赋和新魂6的收益最大化。不知道大家以前有没有玩过虎克？在龟乃芬出现之前，虎克队在实战时，敌方身上的灼烧debuff非常的不稳定，虎克的输出能力也很受影响。但是有了龟乃芬以后，他对虎克的提升是非常明显的。龟乃芬在这个阵容当中的主要工作呢，是给对方挂灼烧和吞火，并且靠着群体伤害能力清理杂兵。那么具体养成方案如下：遗迹方面，主属性建议躯干位置暴击率或者是攻击力，脚步位置速度，位面球位置火属性伤害或者是攻击力，连接绳位置能量恢复效率。好，接下来分别给大家解释一下这几个位置啊。首先说脚步，为什么用速度呢？因为在这个阵容当中，龟乃芬养成的侧重点并不在于自身的持续伤害高低，所以呢，脚步位置用速度可以提高出手频率，进而获取更多的战绩点数给虎克来用。而且速度快呢，还能保证灼烧和吞火的覆盖率。第二，躯干位置，龟乃芬的一个重要职责就是清理杂兵，所以比起攻击力属性来说，用暴击率来提高群攻技能的直接伤害更能满足这个需求。毕竟攻击力更多的是提高灼烧的这个持续伤害嘛，对吧？然后在清理杂兵方面的话，这个攻击力属性效果会差一些。第三，位面球。龟乃芬的行技当中，算上80级解锁的那个额外能力，一共可以提供42.4%的增伤属性，所以它并不是很缺这个城区的数值，所以位面球位置可以考虑攻击力属性。第四，连接绳，能量恢复效率呢，它可以提高终结技的使用频率，进而提高清理杂兵的效率。另外，由于纯火队当中，艾斯达和虎克也都可以给对方提供灼烧效果，对吧？那么龟乃芬终结技引爆灼烧的收益会比较高，因此连接绳位置建议用能量恢复效率。总体来说呢，我个人建议龟乃芬在躯干和位面球当中选择其中一个主属性用攻击力，另外一个用暴击率或者是火属伤害。当然，如果你的队伍当中没有带艾斯达的话，那么攻击力属性可能会比较缺，此时可以选择这2个位置都带攻击力。好，然后副属性优先度 ，S 级的词条呢是大攻击、速度、暴击率还有击破特攻。A 级的词条呢是小攻击、暴击伤害、效果命中 ；B 级的词条呢是大小生命还有大小防御。好，下面说一下效果命中这个属性的需求。龟乃芬的灼烧的基础概率呢，普攻是80%，战绩是100%，吞火状态的基础概率也是100%。这里咱们先不考虑普攻。那么如果想保证战绩的灼烧还有吞火可以不被抵抗的话，
项目命中属性的要求呢是43%到67%。那么43%是面对精英敌人时的命中要求，67%呢是面对首领敌人时的命中要求。这个以前讲过很多遍了，就不多解释了啊。那么由于灼烧队的队友也可以给对方施加灼烧，所以不论是灼烧的覆盖率还是吞火的覆盖率都是很容易保证的。因此，贵乃芬并不需要对太高的命中啊，也就是说不需要一定对方不抵抗啊。那么在行技当中呢，它还自带了10%的效果命中。我个人建议是这样的，在你的仪器的附属性资料当中，我们再提供20%到30%就可以了。啊，不过考虑到普攻的技术概率只有80%嘛，而且普攻我们还经常用，那么这个属性可以适当再提高一些啊，但不需要太多啊。当然了，如果你的光锥用了猎物的视线这种加命中的光锥，那么附属性当中的词条呢就没有必要再去提供效果命中词条了。好，另外还有一点呢，就是如果你解锁了贵乃芬的星魂1，那么也可以降低效果命中属性的投入啊，大概10%到20%就可以。好，4件套。首选呢是野碎半形的快枪手，在纯火队当中，贵乃芬的定位呢其实更偏向于辅助，所以普攻会比较频繁。快枪手提供的攻击力、速度还有普攻增伤，与其契合度还是挺高的，所以呢算是首选。次选的话呢，可以是2+2，就是2个快枪手再加上2个火将或者2个信使，然后呢还可以是4件套的流星追击的怪盗来增加击破特攻，还可以是4件套的熔岩断柱的火将。那么，如果你没有适合贵乃芬的4件套快枪手套装，可以从这3种次选方案当中选一个，实际效果呢相差也不会很大。2件套的选择，首选是暴躁子仙舟，生命值属性可以增加它自身的生存能力，然后攻击力属性呢可以对全队都有提升。另外，纯火队当中的虎克呢，我建议脚步位置用速度，所以攻击力属性稀释不会很严重啊，自然而然仙舟就是贵乃芬的首选。次选是太空火影战或者是泛银河商业公司。这2个都是增加它自身的输出的，命中如果足够的话，就选择太空火影战；如果缺命中的话，就用泛银河商业公司来补。不推荐折断的龙骨呢，是因为效果抵抗属性并不是高速贵乃芬所缺的属性，凑齐30%的抵抗会浪费不少附属性的词条，而且灼烧伤害不吃爆伤。然后呢是光锥，T0光锥是羽翼之下，还有止虚等待。这2个光锥呢是比较超模的虚无光锥，与贵乃芬的契合度不算很高，但比起其他的虚无光锥来说还是要强一点。如果有条件的话，可以安排上。如果这2个光锥你都有闲置的可以用的话，那么羽翼之下大于止虚等待。T0.5 决心如汉州版闪耀，它可以提供额外的辅助功能，就是减防嘛，对吧？对于侧重于辅助的贵乃芬来说，其价值仅次于 T0 光锥。T1 光锥晚雨之炎、孤独的疗愈、猎物的视线、以事业之名，这4个光锥呢都可以提升贵乃芬自身的输出能力，综合价值相差不大。缺命中就用猎物的视线，不缺的话，其他3个都可以，哪个敌人高用哪个。但通常来说呢，只要星魂大于等于1，肯定就不缺命中了。所以说猎物的视线的话，可能优先度会低一点。行技，均衡1到6阶段，普攻3到4级，天赋6到8级，战技和终结技4到6级。3个额外能力呢全部激活。属性加成方面呢，效果命中属性大于火准伤害，大于击破特攻。均衡6以后，所有技能要升满。升级的优先顺序的话是天赋大于等于战技，等于终结技，等于普攻。额外能力和属性加成呢要全部激活。好，那接下来给大家说一下贵乃芬的第2种玩法，也就是持续伤害队。阵容构成呢是贵乃芬、艾斯达、卡夫卡、火主，或者是丰饶，或者是福玄啊，都可以。最后一个位置就是生存位。这个阵容当中的贵乃芬呢，它的定位是负 C， 和以前我们讲过的卢卡和桑博是一样的。在这个阵容当中，贵乃芬的持续伤害效果可以被卡夫卡放大，所以养成侧重点应该在输出能力上。前我们提到过，贵乃芬的输出能力是分3个部分的，其中直接伤害和引爆伤害都与卡夫卡无关，所以我们的重点是要增加贵乃芬的灼烧伤害。然后，由于这个阵容的主 C 卡夫卡本身也是一个群攻型输出，所以它并不缺清理杂兵的能力，因此提高终结技的频率的能量恢复效率属性，以及增加直伤的暴击率属性，还有击破特攻属性，这些就不需要特意考虑了。具体养成方案如下：仪器方面，主属性建议躯干位置攻击力，脚步位置速度，位面球位置火伤，连接绳位置攻击力。这个主属性配置呢，基本上就是灼烧伤害受益最大化的配置了。好，然后是附属性优先度。S 级的词条是大攻击还有速度 ，A 级词条是小攻击、暴击率、击破特攻还有效果命中。B 级的词条呢是大小生命、大小防御以及暴击伤害。
4件套的选择，首选是野碎半形的快枪手，或者是2+2的话，选择2个快枪手加2个火将啊。这个阵容的战绩点呢会比较紧张，而且主 C 清理杂兵的能力很强，所以贵乃芬并不需要全程用战机，所以普攻伤害也是有价值的。4件套快枪手是贵乃芬首选之一，当然附属性词条好的2+2也并不比4件套快枪手差。2件套的选择，首选不老者的仙舟、太空风云站、泛银河商业公司。持续伤害是不吃风暴属性的嘛，这大家都知道了，所以这个阵容不推荐贵乃芬用折断的龙骨。然后仙舟侧重于辅助，风云战侧重于自身的输出。通常情况下，低星魂的贵乃芬更推荐用仙舟，高星魂的贵乃芬更推荐太空风云战。另外，如果你缺命中的话呢，就选择泛银和商业公司。但只要你解锁的星魂1，基本上也不太可能缺命中了。好，光锥 T0 光锥依旧是那2个5星的限定光锥，也就是羽翼之下还有只需等待。推荐理由和火队的这个贵乃芬一样，只不过当你同时拥有多余的这2个光锥的时候，这2个的优先度是相反的，就是只需等待它的优先度反而要高于羽翼之下啊，这2个玩法不一样，所以说这2个优先度也会相反啊。然后是 T0.5， 就是决心如汉日本闪耀以及晚雨睡颜。决心呢就不多赘述了啊，前面大家讲过了，其辅助效果呢对卡夫卡来说提升也是很大的。然后晚雨睡颜升级为 T0.5， 是因为这个光锥的增伤升级的数值给的非常的大方，而且由卡夫卡来配合，基本上可以全程满层数啊，所以说这个也是 T0.5。T1 光锥、孤独的疗愈还有猎物的视线，这2个光锥呢都是可以提升贵乃芬的持续伤害的。其中孤独的疗愈与贵乃芬的契合度其实挺高的，只不过对于新手来说得慢慢叠影。然后猎物的视线的话，它持续伤害的增伤数值其实挺高的，但是效果命中属性的意义不是很大，尤其是当贵乃芬星魂大于等于1的时候，那么这个光锥呢价值就变低了。然后 T2 光锥是以世界之名，优点呢是白值高，缺点是对贵乃芬的持续伤害提升幅度很小。然后是行迹系统，均衡1到6阶段，普攻3到4级即可，天赋和战绩升到6到8级，终结技4到6级。3个额外能力要全部激活，首先加成是效果命中大于火属伤害大于基部特攻。均衡6以后，所有技能都要满级，先后顺序呢是战绩大于等于天赋大于终结技等于普攻，额外能力和属性加成要全部激活。然后咱们再说下星魂，为了方便下文的阐述，我们把纯火队当中的贵乃芬，我们将其定义为辅助，实际上是半辅助半输出啊。然后持续伤害队当中的贵乃芬，我们将其定义为副 C。好，那么平均价值分还是10分。星魂1辅助11分，副 C 12分。不论是辅助贵乃芬还是副 C 贵乃芬，我们都要尽可能让对方身上全程覆盖灼烧和吞火。而星魂1可以降低贵乃芬对效果命中属性的需求，那么就有更多的属性词条分配给其他的属性，而这一点对于副 C 贵乃芬来说重要性更高一些。星魂2辅助11分，副 C 13分。这个星魂可以提高灼烧伤害的倍率。由于副 C 贵乃芬属性的侧重点在于持续伤害上，它可以放大该星魂的价值，而且还有卡夫卡引爆灼烧，所以评分13分。但对于辅助贵乃芬来说，提升幅度其实不是很大。星魂3辅助9分，副 C 10分。战绩等级可以提升灼烧伤害的倍率，是副 C 的核心技能，而且普攻等级副 C 也能用得上，所以评分是10分。但对于不是特别看重持续伤害的辅助贵乃芬来说，评分略低一点。星魂4 12分，可以较为明显的提高贵乃芬终结技的使用频率，不论是辅助还是副 C 的贵乃芬，价值都不低，但也不是特别高。星魂5 10分，价值略高于星魂3，这不多介绍了。星魂6辅助12分，副 C 11分。星魂6对于辅助贵乃芬来说提升幅度更大一点，最主要的原因就是在纯火队当中，虎克和艾斯达也都能给对方施加灼烧，那么吞火层数叠得很快，额外多一层的价值也能更好的体现出来。但对于副 C 贵乃芬来说，除了一些血量很高的关卡之外，大部分情况下，当吞火达到3层时，战斗也就已经接近尾声了。所以星魂6多的这一层吞火，并没有太大的实战价值。好的，关于贵乃芬当前版本的2种养成方案到这里就介绍完了。最后再补充几个大家可能关心的问题。第一，这2个队伍哪个更好？敌人弱点属性只有火没有雷的时候，纯火队更好啊。敌人弱点属性既有火又有雷的时候，卡夫卡队更好一点。第二个问题，如果练了托帕与杖杖，还需要再练贵乃芬吗？我的答案是短时间内是不需要的。处理弱点为火的关卡，只需要1个火堆即可。可以是上期视频当中我们讲的托帕的这个追击队，也可以是本期视频我们讲的贵乃芬队。
第三个问题，如果练了卡夫卡、桂乃芬、桑博和卢卡这三个角色，究竟应该练哪个？答案是这样的，就是如果对阵对应弱点的敌人，这三个角色各自都是最优解，他们都做不到跨属性执法，因此从长期的角度来说，这三个都可以练。也就是说，当敌方弱点属性是雷火时，桂乃芬上场，雷风时，桑博上场，雷物理时，当然是卢卡上场好一点。那么哪种关卡以你的角色池来说不好打，你就先练哪个呗，对吧？第四，练桂乃芬的话呢，对星魂要求高吗？特意去限定池抽它是否有必要？如果走辅助路线，就是纯火队配虎克那种玩法的话，星魂0就可以练。那么如果是副 C 路线配卡夫卡来用的话，最好是星魂2。但是即便是副 C 玩法，也没有必要特意去抽，随缘就可以了，影响不是很大。第五个问题，没有卡夫卡，虎克星魂是0，那么在这种情况下还要练桂乃芬吗？我的建议是不练，因为虎克本身就不以输出能力见长，如果是星魂0的话就更弱了，这个队也就没有存在的价值。毕竟每个关卡的弱点属性都不可能只有一个火，对吧？没有火队，你用其他队打呗。甚至从我个人的角度来说，不是满命的虎克都没有必要练这个阵容。那说到这儿，可能有人会问了，那不用虎克当主 C 呢？用桂乃芬当主 C 来玩灼烧队可以吗？在当前版本还是差点意思。未来如果再来一个以灼烧伤害为主的输出的时候，才可以考虑这种阵容。好，我能想到的就这么多了，感谢大家收看，我是冰冷之海，咱们本期视频结束，下期视频再见，拜拜。